德国政府还会抛售多少比特币？以太坊现货 ETF 什么时候上市？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记录了德国政府它持有多少颗比特币，以及这些比特币目前的价值。我们可以发现，大概在1个月之前呢，德国政府大约持有5万枚的比特币。那么经过这1个月不断的抛货，目前剩下大约23000颗，也就是德国政府已经抛售了1半以上的比特币。那我们也可以发现，盘面呢也已经反映出来了。右手边的图表就显示着德国政府它所持有比特币的美金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呢，最峰值的时候，它大约有35亿美金的比特币要进行抛售。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德国政府它只剩下16亿美金价值的比特币要抛售了。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是从大约什么时候开始抛售的？我们可以发现呢，峰值大约是从6月7号开始，然后就不断的雪崩式的下跌，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进行阶梯式的抛售，他们是一次直接在二级市场里面抛售完之后，然后让盘面出现很大幅度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呢，6月7号到现在呢，其实都在不断的抛售。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比特币的图表，这是日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6月7号，没错，就是我们这段下跌的起跌点，这个起跌点大约就在72000左右，所以 bingo， 这个时间点呢是可以完美的对得上的。我们这波下跌就是因为德国政府抛售的这些比特币。不过呢，最近你可以发现呢，其实比特币它在最近1-2天它表现还算是强劲。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ETF 的流入数据。ETF 说实话已经沉寂很久了，因为之前它即使有零星的流入，但这些流入量其实都对盘面不足以造成影响，因为真的太小了，小到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过就在我们昨天我们的流入量呢，其实还算不错大约是3亿美金左右大约是3亿美金左右。其实这以单日的流入量来说，其实已经算很好了那当然我们之前不断上涨的时候，其实流入量大约都在5亿、6亿、7亿，那这次大概就是一半3亿左右但绝对也对盘面是可以形成影响的。那也是我们近期呢算是我们这1个多月以来最大的一次流入了就在昨天。那希望是可以延续下去，就可以把我们的跌势呢给先止跌住。那我们来回到比特币的盘面，我们之前有看过，比如说周线，比如说日线中比较大级别的。我们现在切小一点级别，我们回到4小时来看一下。到4小时，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双底，那当然了，这个双底它的右边的底呢是比左边的底要来得更高的这个是比较健康的双底的形态。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自从7月5号以后的这段走势呢，其实多头你可以发现它就开始发力了。我们来把量能比对一下，你可以发现多头它确实开始发力了。那当然我认为6万要回去还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它没有经历一段的时间震荡整理，要再回去极度的困难。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上方它真的累积的筹码太多了，然后经历的时间呢也太长了。当我们平衡被打破之后呢，上面会有大量的套牢盘。你可以想想看如果说你在6万以上买了比特币的话甚至到7万，那么当比特币很接近6万的时候，这些人会怎么想呢？或许会有很多刚入圈的朋友呢，他很有可能就会抛售他的比特币，就会离场走人了。所以6万就很合理的形成了强劲的阻力。那我认为这真的很难上去。不过我们目前出现的强势呢，我认为可以代表我们目前是有出现支撑，有出现买盘的。那我也认为有出现这样的强劲之后，其实就可以代表侧面的衬托出，其实我们离底部呢很有可能距离并不会到太遥远当然了，我相信往下肯定还可以打出一段距离，但是并不会到太遥远，因为在这里呢其实就已经开始出现强劲的支撑了。那如果你也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这个活动很特别，这是空头仓位，你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过后，就可以领取免费的仓位。下面都有领取空头的流程，你只要一步一步操作，你就可以很顺利的领到，也就是直接赠送你一个仓位。那如果你获利了，你可以把获利直接提走，没问题的500U， 比如说涨了10%，你赚50U， 50U 直接提走，可以的。那如果
这个仓位亏损了也没关系，你亏损你可以直接把你当时入金的钱给全部提出来，完全没问题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是很棒的一次机会。那我们来关心一下以太坊现货 ETF。其实以太坊现货 ETF 它经过我们这些时间不断的推迟从7月2号、7月4号一直到7月6号之后，然后到7月8号一直到现在，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现在的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主要的 ETF 发行商，其实他们同时也是比特币现货 ETF 的发行商，他们都重新提交了 S1 文件，也就是他们会重新审核，当然很快会通过。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包括这几家Fidelity 等等的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Eric， 我们之前引述过很多次他的观点，他是 ETF 的非常有名的分析师。之前比特币、以太坊等等的 ETF， 其实他预测的一些时间点还有对未来的预判其实都相当的准确，甚至可以这么说，市场其实都是看着他的这些发文在走的连消息面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上面有提到说SEC 目前呢他们有缺了，比如说费用等等的，要把这些补上，就是一些小地方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 SEC 它没有要通过的话，它其实直接就说不通过就可以了。其实跟我们之前那个 19B之4 的文件一样，它如果说会补件提交一些小的东西，那其实就代表它真的很认真在审核，它最近就要通过了。那其实 SEC 它也都是透过这种挤牙膏的方式，慢慢的让市场去消化这个消息，而不是市场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就抛出一个消息，然后让市场短期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比较不是 SEC 的作风，所以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过去也都是这个样子，包括我们不久之前的比特币现货 ETF 也是这个样子的。那我认为下面这段话呢会更为重要那目前 SEC 它还没有很明确的计划，它也没有公布，那它当然也不清楚。不过它根据过往的文件提交的状况，还有 SEC 释出的这些消息，他认为基本上我们会在7月18号左右的时候会通过。那当然你可能会说你又向后延你已经延期了这么多次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在耍人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后来又要延到什么8月、9月、10月但我认为是不会的他会这样讲，就代表说他确实比较难确认会在什么时候，但是很确定就会在近期，1周、2周、3周、1个月。基本上就会在这个范围之内，不然他也不会这样说话的。那这种做法本来就是 SEC 它的习惯了。那我们过去有提到当以太坊现货 ETF 真的上市开始交易，开始影响市场，每天有资金流入流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在初期非常关键，影响以太坊的价格，也就是灰度的以太坊信托，它的代号是 ETHE。因为我们都知道灰度目前就有300万颗的以太坊，300万颗你可以想想看它哪怕只抛了一半，这对于市场都会是多大的抛压，以太坊都要经历多大的回调。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它的折价呢是很低的相比于比特币是很低的。那当然它的折价收窄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其实它在不久之前呢就是在可能2023年那个时候还没有 ETF 的消息的时候，它的折价是50%、60% 左右。那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折价呢？ ETHE 它背后不是都有完全1:1的以太坊作为储备吗？没错的，它有以1:1的以太坊作为储备，但是你不能赎回那当然这些灰度的信托其实都是由机构去持有的那一般的散户是确实比较困难的。那当他们不能赎回的时候，就会产生折溢价那当然折价是比较正常的就是它是一个以太坊的价值不过你不能把它赎回成现货的以太坊。那当 ETF 上线过后，它就可以赎回，那这个时候它的折价呢就必须完全为零，一定会为零的像现在比特币就是零它会完全是零不会有任何的误差。那经过我们这1年多以来的消息面，就比如说以太坊它要通过现货 ETF 了，那么它的溢价它的折价就会逐渐的缩窄，你可以看到它逐渐的往零去靠近当我们在去年的现在的时候，其实都有40%的折价这是很夸张的。然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的时候，以太坊现货 ETF 的呼声也很高，所以当时的折价就来到了
很小的位置折价就剩的很少了。但是后来呢，以太坊它又经历了一些不顺利，然后我们的折价又往下。那其实当这个折价慢慢收窄的过程呢，其实它就会释放一些抛压了它就会去释放一些抛压。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的抛压已经释放了不少了，那现在只剩下 1.488。其实我们可以来稍微对比一下比特币相信大家都还记得那个时候灰度的抛压对市场造成多大的影响吧？我相信大家都还历历在目。这个就是当时灰度抛售所造成的影响直接让比特币下跌了 20%。那么以太坊受灰度抛货的影响呢，很有可能是要更小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这个是当时灰度在比特币信托上面的折价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通过的前一天上市的前一天是什么时候1月9号。1月9号当时的折价大概是6-7%左右，6-7%，然后一直到上市之后就为零了为零。那你可以看到，当时6-7%的时候，其实它对比特币的盘面瞬间就造成很大的下跌，因为这些要贴现，它都是要经历价格的回调的它要完全趋于零是要经历价格的回调。那当时有7%，对不对？但是现在以太坊它只缩窄到1%了它只缩窄到1%，所以以太坊我相信到时候对盘面的影响会没有比特币来的那么剧烈，但肯定会造成影响的影响是肯定的，因为有300万颗的以太坊，你可以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表它有怪怪的，对不对怎么有出现这个溢价呢？对不对？就是它大于零这个绝对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当 ETF 上线过后更会这样，它不会持续下去，它就是个很短期的现象所以这个不太需要担心。好，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我的频道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